大家好，谁也想到，2022年即将跨入40岁的胡歌，居然有机会被25岁的王炸弟弟王一博树立起了一个顶流无恙、安全至上的高逼格的榜样作用。三体的一句话也再次的佐证了这一种人生大智慧的硬刚迫切性和永恒实用性。这年代流行的各种尬吹尬黑，已经让无数人都以为好的永恒好，坏的永恒坏，从而失去了物极必反、未雨绸缪的警惕性。这不，很多人的警惕性还在睡觉当中，赵丽颖的抽奖之路就已经早早的正式开打了，早早的正式上演了，而对手任谁都想不到。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王一博作为主流加上顶流，地位越发超然的他，今年以来一路水涨船高，而且还是官媒吹捧，身不由己，相当疯狂的那一种。因此，许多欢呼雀跃、喜大普奔的摩托姐姐们，个个都附和叫好，欢天喜地。殊不知，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政治任务，并不是大家伙一致想象的那一种躺赚人生的那种美差来的。好在这个鬼聪明的王一博还是相当清醒的。藏身剧组的他，并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各种的恃宠而骄，十分高调的去宣示各种的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国家的高言大志出来。现在的王一博，无论人家如何把他追上了天，霸占了整个的屏幕，他的本尊一直都在刻意的沉下去、藏起来，甚至做到了完完全全的销声匿迹了。那么您猜他的底气到底在哪儿呢？到底又是什么呢？这情形跟王炸姐姐赵丽颖的情形有些相反了。在这野蛮生长、堪堪杀青，赵丽颖依旧期待幸福到万家最终定档日期的时候，一股子黑潮已经慢慢的又开始形成当中了。熟悉本频道的您肯定会知道，央视一套突然空降收编了幸福到万家的操作到底是为了啥？跟着新闻我也和大家伙专题深扒，全面分享了那些时间差过后，党媒央视突然之间又主动放弃幸福到万家的各种的硬核。那么这种完完全全店大欺客的龌龊伎俩和骚包目的，到底是为谁保驾护航的呢？说过的我也就不再赘述的了。然而呢，现在突然之间又有人爆出了野蛮生长开机时的一组路透照片出来了。这组路透再次的把赵丽颖以及今年的两部重头戏，也就是幸福到万家和野蛮生长，再次带进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去。而且呢，还是那一种相当负面的玩拉踩带风向的那一种。很显然，早在上戏读书期间就已经成功的出名出圈的40岁的男神胡歌，一早就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各种拉踩之痛，洞悉到了各种风向之鬼。他的做法，他的姿态，实实在在的为赵丽颖和王一博树立起来了一个相当出世、相当超然的榜样出来了。如果您对胡歌相当陌生的话，不妨自行的回顾一下，虽然我之前的一些详谈，总有您想知道的那些硬核。而我之前同样在第一时间聊过到的那部让男神们眼馋心痒的正午大剧《县委大院》，现在正在接触胡歌当中。这部亮点无数的时代正剧，几乎让所有的中生们都为之倾倒，为之疯狂了。
正正是因为证据市场现在是好饼难求。但是呢，胡歌目前其实也有新电影在拍当中，除非剧方能够配合他的档期，或者说他的电影中途停拍什么的，否则一来一回3个月，这一出超级好饼苦苦等待超级男神的离奇的桥段，势必会成为2022年业内罕见的传奇佳话的了。这从侧面也足以证明了胡歌江湖地位的各种的稳固和超然出来了。然而呢，即便如此，你也肯定脑补不到这个超级烫手不愁剧本的男神胡歌现在的谦卑低调、谨慎小心，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魔幻的程度了。很显然，这位中国首位的仙侠剧男神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云匪夫妇王炸姐弟指明了一条顶流搭配主流，进可攻退可守的康庄大道出来了。这不，这个险恶的江湖对赵岭的新一波的拉踩已经悄悄的开始了，而且最终的目的也开始显山露水了。赵丽颖的这一组开机时候的路透，时间不详，后期也不详。然而呢，在视角老是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看来 ，PS 过的痕迹描晃还是有的。这份拉踩的通稿很走心，站在貌似公正中立的角度上，的的确确说了一些貌似中肯的话出来。比方说，赵岭的脸让粉丝们幻灭了。刚生产完的女性有发胖是很正常的。再比方说，赵岭的脸蛋略微松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呢，文笔一转，就开始正正式式的启动了拉踩的第一步了。也就是说，赵岭的皮肤还是要好好护理的，脸上的痘印太明显，为了让观众们看不到，野蛮生长势必要用高倍滤镜来掩盖的。说到这，您猜得到这种故意批评赵岭发胖、松弛、痘印，跟着呢会间接影响到野蛮生长观影效果的故意拉踩的动作，到底是为了去抬高谁呢？不是杨幂，不是袁冰妍，而是我之前畅聊过的央视插手的那部剧和那个人。著名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有一句相当惊世骇俗的话，说的让人足以烧干了脑汁，混沌了意识。这句话是：我消灭你，与你无关。这句话表面上看嚣张上天，跋扈入地，让人相当的窒息。然而呢，这句话的核心却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绝对都适用于胡歌、赵岭和王一博任何一位足世清流、洁身自好、意志担当、顽强求存的顶流大咖。这句话的大智慧揭示了一种肉眼不可见的大趋势，也同时揭示了一种人类世界存续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出来。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实际上就是在说，你的死是你自己造成的，与我的降维打击无关。再进一步去理解的话，就是你自己不思进取，自动降维的话，就别怪别人无情灭了你了。再举个例子的话，那就更加的简单了。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
近些年来销量一路都是直剧下滑当中，前景已经是不复从前的了。问题是他们的对手还不是白象、金麦郎等等等等这些同行，那么您猜又会是谁呢？您或许想不到的是，把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通通推上了绝路的是美团、饿了么这些外卖的行当。也就是说，热辣辣的外卖便宜又实惠，谁还去帮衬那些冷冰冰、不好吃、没营养的方便面呢？同样的，干掉路边小偷的也不是警察叔叔，那么您猜又会是谁呢？答案是微信，是支付宝。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用电子交付了，谁还会揣着大量的现金上街呢？因此呢，没现金哪还有小偷什么事儿呢？这就是社会静悄悄转型的大趋势了。同样的，娱乐圈也是同理。随着曝光度的不断的升温，不断的爆表，大家伙对王一博的了解也跟着信息爆炸越来越多的了，而且是越来越碎片化的了。然而呢，99%的人都会察觉得到，过度消耗顶流艺人们的流量的话，其新鲜度、新鲜感跟着也会相对的减少了，甚至锐减的那一种。也就是说，艺人们的工作室如果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的话，那么但凡瞅准了眼前的任何的小小的机会，都会注定死命的去营销一轮的。于是乎，这种有事没事都要冲一回热搜的骚作，说白了，慢慢的就会让广大的网友们见怪不怪、麻木心烦的了。跟着呢，过度营销所带来的后果就会不约而至的了。特别是那些对家们，就莫名其妙的有了更多的素材、更大的空间和更野的口实了。胡歌就是这么一个活得特别通透的明白人来的。胡歌背后的团队为此也是相当的省心的，无需去瞎操心，无需去用错力。这几年来，胡歌都是在超低调的发展当中，他家的团队宁可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流量和热度，甚至有时候还会特地的去烧自己的金钱去压各种的热搜。每一年他家的团队都会花销几百万去堵各式各样狗仔的嘴，而这些操作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胡歌演员形象更加的纯粹一些，更加的单纯一些，更加的简洁一些。说白了，40岁的胡歌心态真的是特别的超然，完全是一种亚退圈，或者说半退圈的模式当中。这种心态决定了他的路只会是洒满阳光的敞亮坦途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远离了各种的流量和热搜，就自然的远离了各种的是非和际遇，既没有了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陷阱，也同时没有了那些一出错就万人射的案件。这种心态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样严重的适配王一博和赵丽颖。特别是那个最近老是被人架在了火上烤的王一博，因为他背后的团队实在是太腿软太短视了，几乎是见到任何热搜都会喜大普奔，都会穷开心的那一种。2022年，明白的王一博
重刷一遍自己的团队，让新团队跟自己同频同调，注定是年度刚需来的，这我已经聊过的了。当然了，对胡歌而言，他的刻意自保还有着若干的玄学在里面，而赵丽颖、王一博的若干的玄学，也特别的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比照一下。善于承前启后，借鉴别人，注定也是大有裨益的。胡歌在40岁之前不能够太红，这个相当玄学的说法，您听过没有呢？这个说法，胡歌自己还是小信的，因为太红必有血光之灾。而胡歌的血光之灾，我之前也聊过的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正是因为经历过了生死离别和大起大落，死里复活的胡歌更加的低调务实了，更加的珍惜生命了，因此也更加的不在乎所谓的流量和热搜的了。对他来说，40岁之后继续大红大紫，同样也是一种快乐，同样也是一件好事儿。对于年轻的王一博和赵丽颖而言，只要演技傍身，同样是此心同理的了，同样是40岁也无妨的了。特别是对于35岁的赵丽颖而言，今年的转型注定阻碍特别多，这就需要预备好越挫越勇的心智才行。对家的通稿当中已经这样毫无顾忌的点明了，只要对比人世间这样的优秀证据，野蛮生长里面那个年近40的赵丽颖未免就已经输了半头了。怎么样，拉踩的目的是不是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吧？请留意对家对赵丽颖年纪上的大号的贬损，被拉踩的艺人心理素质如果不够强大的话，也注定会被这种从出身到年纪的刻意的消遣气到半死不活的了。说到这还没完，趣味主角的腰身和对比还没有出现。说到这，您想必已经是非常明白的了，因为我一直都在强调着的那些东西了。特别对于热搜特别多的那个王一博而言，好事太多不一定都是好事。娱乐圈的竞争一向都是激烈而残酷的，人物更新瞬息万变，所有的更新和迭代都在转瞬完成。只有在诡异大环境当中，全力的去把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走得更长远，走得也更安心，跟男神胡歌一模一样。说白了，还是那句我消灭你与你无关。这句话放在风云多变的娱乐圈当中，就更直白更好理解的了，那就是最终干掉你的可能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来的，而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开始自动的降维了，已经开始在舒适圈中，在流量圈中，在热搜圈中自动的迷失了。反过来的，如果你成功的保持了，甚至还成功的升维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恭喜，紧张的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不就像人世间的樱桃，尽管他真的是已经年近40了，但他的脸蛋依旧饱满，身材也非常纤细修长，
一点都没有岁月的痕迹。在剧中出演郑娟的一角，少女形象被她演活了，完全没有违和感。这句话可不是因为我自己说的，而是通稿里面的强烈拉踩感的目标指代。而目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年近40的赵丽颖了。这两个同样年近40的女星之间的比较，再加上人世间与幸福大玩家野蛮生长之间的比较，您又读懂了通稿里面的内涵了吗？另外，樱桃今年实际上是43岁，赵丽颖今年实际上是35岁。